原来你早把贞操给了永和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一定要这样报复我吗？还是那么单纯，你叫金轩哥哥怎么放得下心呢？美丽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万一真的闹出人命来怎么办啊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那有块石头，我不知道它会掉下去。娘娘，你再救我呀！冷静，你冷静点，桑珠。我当然会救你了。发生了此事，你更应该冷静啊！来，快，先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桑珠啊，此事从头到尾，还有没有人看见？我好像看见有个黑影，可连他是不是人我都不确定啊。桑珠格格，这荒山野岭的怎么会有人呢？格格肯定是惊吓过度，心慌眼花，应该不用担心的。娘娘，那我们叫人去救美离吧。不行，万一没有救到美离，闹得全部人都知道了，你可是死罪难逃啊！啊！娘娘救我！娘娘救我！桑珠，要不你先回房睡觉吧。啊？你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甭管谁问起，你就说你在睡觉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万一美离她没死呢？她肯定会和老祖宗告状，把我供出来的。现在美离下落不明，你只能见招拆招了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，眼下就只能这样了。桑珠啊，你要记住，你一定要沉住气，不管见到谁都不能说，口风要把住，半点风声都不能透露啊！快走吧。可是娘娘，桑珠格格，您就听娘娘的吧，娘娘这么疼您，怎么会害您呢？桑珠啊，快回去吧，啊！谢谢娘娘，桑珠告退了。娘娘，您觉得这个事儿能善了吗？美离生死不明，等明天有了结果，我们再做打算。可万一桑珠把这个事儿都抖出来了，恐怕会对娘娘不利吧？哼，此事与我何干？整件事情都是他亲自安排的，我可没有叫他去杀那个贱人。哼，
外面都是黑的，四周都是悬崖峭壁，我想一时半刻也找不到出路。等明天天亮了，我再送你出去吧。美丽，把衣服脱了。你想干什么？这天气这么冷，我们都穿的湿衣服，如果不脱下来的话，我担心我们撑不到明天就冻死了。来，你别过来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么胖，啊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呀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我！你打吧，你打死我！你要冻死是吧？那就一起冻死好了。就算最后只剩孑然一身，对你无怨无悔，爱得太深，回首苍茫的一生，只爱你一。事情紧急，不得不深夜打扰，请你见谅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们家格格不见了。今晚有人冒充永鹤大人来约我们家格格出去，我们担心格格会有什么危险，就出去找了一圈，可是到处都找不到我家格格的行踪。我们刚去找亲王爷，想请他出兵寻找，可亲王爷也不在房里，所以想来问问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？我并不知道亲王爷今夜的行踪。啊，王爷跟格格都不见了，会不会他俩？就算王爷真的是约了美离出去，我也不能惊动他人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。这是格格的灯笼，怎么会在这儿？人呢？格格，小苏，你不要着急。小翠，你不要着急，美丽肯定在附近，我们赶紧找。美丽，美丽，美丽，格格，格格！哎，这里有个断崖，你们说，美丽会不会失足从这里摔下去了？美丽，格格，我下去看看。哎，你不要冲动，现在天已经黑了，你要这样贸然下去的话，太危险了。不行，
我亲眼看到他，我才甘心。小心！你连自己的自身安全都顾及不了，你还怎么救人呢？再说了，美丽格格有没有在下面，我们不能确认。万一早上起来看到美丽格格已经自行返回，那岂不遗憾？永和大人，所有小姐说的也有道理，不如我们再去其他的地方找找看，等到天亮了我们再回来看吧。格格，美丽，格格，你答应我一声啊，格格。美丽，美丽。为什么不让我和永和？我不想让他找到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已经不爱你了，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？为什么？我恨你！不行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。万一美丽出了什么事情，我这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。难道你希望永贺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吗？我们现在衣衫不整，永贺看到怎么想？你有没有为自己想过？这会对你造成伤害的。你说天亮以后带我出去，是真的吗？当然，我一定会带你出去。喜儿啊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小姐吩咐说不能说。素云可是我未来的表嫂，我跟她情同姐妹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今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庆王爷和美丽格格都不见了。小姐正随着永贺大人和小翠他们出去找呢。都去找了？嗯。糟了，难道表哥真的去后山了吗？那个黑影就是他吗？流离我自己讲，只不过是掠影浮光，真荒凉无霓裳。抬头泪沾湿脸庞，欢笑背后尽是凄凉，希望都沿着绝望，不怕你又想干什么？受伤，不怕放开我，我要回去。永贺会担心我。永贺，永贺，难道你心里就只有永贺吗？
只有他担心你，我就不担心你了吗？命太过荒唐，深情都换来我心里的确只有永和，我对你的感情和希望已经埋葬在当年的安宁宫里了。到最后只是空梦一场。繁华尽，我求求你，放了我吧。我现在心里只有永和。好，既然在你的心里只有永和一个人，我对你的只有伤害，那就当过去我的所作所为都对不起你。我今天以此还给你。金轩哥哥，不要！我求你不要这样！我没听错吧？你还记得叫我金轩哥哥？美丽。我们俩的过去，你真的放得下吗？放不下又怎样？皇命难违，我们已经回不去。可我放不下，因为你一直在我心里。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让我心痛呢？为什么让我心痛？为什么？美玲，美玲，我们找了一夜都没找到，也没有消息，他们去哪儿了呀？会不会是被庆王爷带走了呢？不可能，你别瞎猜了。我相信王爷，绝对不会做出违抗皇命的事。不行，我得到竹峰林后面那个黑洞去找找。哎，你等等，那个黑洞不知深浅，你得带人一起去搜寻。如此惊动大家，岂不是扩大事端？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禀报老祖宗，看他老人家怎么裁定？也好。走。王爷，王爷发生什么事了？格格，我们家格格怎么了？快请太医！王爷，我来吧。让开！王爷，美丽为什么昏迷不醒？她是不是受伤了？王爷，美丽格格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！娘娘，出大事了！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怎么了？美丽格格回来了。怎么回来的？庆王爷抱回来的，
还一路奔回美离格格房里了。是吗？哼，这下可有热闹了。表哥，你为什么打我啊？谁叫你用永贺的名义约美离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赴约了？你明明去了厨房里，你为什么不现身啊？我想看你玩什么把戏。说，还有谁知道美离去后山的事儿？没有了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忘掉这件事情，任何人面前不要提起，否则老祖宗追究起来，你小命难保。你说什么？静轩抱着美离一路从庄外回来？回主子的话，正是如此。现在大家都议论纷纷，出现了许多不堪的猜测了。反了，反了！静轩不顾皇命赐婚，不顾体统，竟敢招摇生事，荒唐！主子，可怜的是美离格格呀。哎，美离这会儿人呢？太医去看过了，说是情绪激动，气血攻心，以至于淤气不解，需要静养几日再看看。唉，美离的命运怎么这么坎坷呀？老天爷呀，你也开开眼吧！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静轩呐，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难道你希望永贺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吗？我们现在衣衫不整，永贺看到怎么想？你有没有为自己想过？这会对你造成伤害的。我恨你！我们的过去，你真的放得下吗？放不下又怎么样？皇命难违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。王爷，我来吧，让开！只怕你心肠，只叹宿命太过荒唐，深情都换来惆怅，爱恨交缠，苦苦挣扎，到最后没事了，美离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你现在是安全的，没事了啊。美离，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永贺，你不能再陪他了，他会毁了你的。额娘，你不要这么说。我不这么说该怎么说啊？如果额娘现在不劝你，将来他……额娘，美离现在昏迷不醒，你就这么着急啊？我当然着急啊！当初你阿玛……哎，你别拽我！当初你阿玛不同意你跟美丽格格在一起，就是怕她会闯祸，咱们家承受不起。可是额娘心疼你，想着既然你中意了，额娘我就勉强同意了。可是没想到她还是会闯祸。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没有保护好美离，所以才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爱妃不必自责，这些风波都是静轩惹出来的，不关爱妃的事。静轩这事儿做的简直太鲁莽了。这次庆王爷确实有欠周全，就算是因为美离发了高烧，他救人心切，也不应该就这么仓促地把她抱回来啊！这对美离的名声是有莫大的影响啊！想到美离和永贺就要谈婚论嫁了，可是这下，臣妾真替美离感到忧心呢。是啊，朕
也在想该如何平息这些流言才好。皇上想到办法了吗？还是等静轩先给朕一个交代，朕看看他怎么说，再做决定吧。不管皇上如何处置，臣妾但求不要委屈了美离，她实在是太无辜了。爱妃说的是，朕记在心里了。额娘原想着，既然主子有意成全你们，我也就乐观其成了。可是现在关系到名节的问题，人言可畏呀。就算你因为美离格格而有了大好的前程，那你将来又如何面对其他人的闲言闲语呢？我只要美离格格就够了。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，你还要傻到什么时候？额娘，这件事以后再说，你先回去吧。永鹤，你先回去吧，额娘。哥哥醒了，小心。来，美丽，你好点了吗？永鹤，你终于把我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美丽，你生病了，一定要好好休息，饿不饿？我去找人准备吃的，马上回来。小翠，你先照顾一下哥哥，我马上回来。小翠，是永鹤把我救回来的吧？啊，格格。反正您迟早都会知道的，是王爷抱你回来的。我们找你找了一个晚上都没找到，结果隔天一早，是王爷用他办事的衣服裹着你，把你给抱回来的。格格，你没事吧？静轩，你主动求见朕，朕希望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以平息众人对你和美离的种种猜测。没有什么好猜测的。皇上，我要娶美离。大胆！难道你忘了朕赐婚给你和素莹了吗？景轩不敢忘，不敢忘就好。你屡次闪烁婚期，向后推迟，朕不予理睬。可你居然提出要迎娶美离，简直是太过分了。我爱美离，我不爱素莹。强迫我娶素莹，也只会伤害她而已。皇兄，我现在以手足的身份，哀求皇兄能够理解我。我真的很努力的，想遵从皇命，彻底放下美离，去接受素莹。可是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做不到也得做。难道你不知道君无戏言吗？朕既然已经下了旨，你就得遵守。之后把素莹娶回家，日久生情，就自然会相爱相惜。自古以来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有谁问过爱与不爱的？你的要求不仅天真，而且非常的无理。皇兄，你也有切身之痛吧？最明白相爱却无法相守的痛苦。我为了保护美离，我心甘情愿接受着断情绝义的骂名。原以为只苦了我一个人而已，没想到美离比我更苦。哼，胡说！美离有什么苦啊？皇祖母让永鹤娶美离为妻，对美离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。朕看，美离所有的痛苦，都是你私心太重，忘不了过去造成的。应如求主子高抬贵手，应如貌似求主子高抬贵手啊！你起来，先起来再说话。
主子，我们家就永鹤一个儿子，有幸得到主子特意栽培，应如铭记在心，也深知主子特意一路提拔永鹤的苦心。可以格格现在的状况，我们家实在是娶不起呀。你先起来。不，主子赐恩让你起来。不，应如明知犯了大讳，可身为额娘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永鹤一生受到耻辱。他还年轻，他以后的路还很长，你让他如何在朝廷里立足呢？主子之前的隆恩，奴婢一家人实在是承受不起。主子要责要怪，就全怪奴婢一个人吧。求主子饶了永鹤，求主子饶了永鹤吧。映如，我很了解一个母亲为儿子抱屈的心情。可是现在状况未明，如果贸然下决定，可能有失偏颇。不如这样吧，我暂且答应你，不勉强永鹤娶美离，可以吗？多谢主子，多谢主子，多谢主子，多谢主子。皇兄，你知道吗？美离她真的很苦，不仅我割舍不了，她更割舍不了这段感情。只有我，才能给她真正的幸福。幸福？哼，还真正的幸福？朕看你根本不能给她幸福。能给，请皇上成全，让我娶到美离，我就能给她幸福。哼，这绝不可能。求皇兄成全。滚！朕不要再见到你。王爷，别再惹皇上生气了，先回去吧，王爷。我不走，除非皇上答应我。求皇兄成全，让我娶美离。来人呐，把她给朕拖出去！求皇兄成全，让我娶美离。求您成全我娶美离，皇兄！求您成全我娶美离，皇兄！我要娶美离！把门关上，滚！滚！我要娶美离！庆王爷，皇上此刻不欲见您，您先回去吧。您在雨中淋着会生病的。王爷，您别为难皇上了，先回去吧。王爷。请皇上放宽心，素莹小姐目前已无大碍，老祖宗也亲自去探望过了。庆王爷呢？回皇上，庆王爷还跪在外头。叫他进来。这。皇上，庆王爷来了。你差点把素莹给逼死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称心如意？我说过。我要娶美离为妻。混账！整个山庄都被你搞得鸡犬不宁，流言四起。
你还在这儿一味的说要娶美离，美离。正因为流言四起，我更要为他负责。哼，朕看你根本负不了责。既然我负不了责，那我宁愿一死。什么？你居然以死来逼迫朕？好！哼，生死由你决定，要想朕收回成命，绝无可能。朕做什么你才能不这么蛮横？皇兄，景轩对不起你。你对不起的根本就不是朕。好，就算朕这个做皇兄的欠你的，朕再说个办法。但这次，你绝对不能有任何意见。皇兄，只要你答应让我娶美离，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。朕同意你娶美离，但必须让美离做侧福晋。好，不过我要先迎娶美离。你得寸进尺！朕告诉你，这是朕最后的让步。记住了，最后。皇上，既然你已成全景轩，希望你成全到底。皇上答应让亲王爷娶您了。你说什么？可是，是侧福晋。怎么会呢？听德公公说，是庆王爷以死相逼，皇上无奈才答应的。景轩。他要逼死我吗？格格。为了一个女人，连命都不要了！
你就不配做男子汉。我才不在乎什么男子汉，我只要美丽，我只要美丽。美丽已经成亲了，你抢都抢不回来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！就算抢不回来，我也要抢。都怪你们，要不是你们把我绑在这里，我早就跟他远走高飞了。你抢什么抢啊？你想白白送死的话，我绝不拦你。格格，哼，你谁都不要怪，要怪就怪你自己。如果你比庆王爷强的话，今天失去美离的就是他，而不是你。哼！王爷吉祥。掀开盖头喜事来，夫唱妇随福万代。琉璃我自己讲，只不过是略隐浮光，真荒凉无霓裳。抬头泪沾湿脸庞，欢笑背后尽是凄凉。希望都连着绝望，不怕受伤，不怕沧桑，只怕你还是心肠。
没事，不怕，不怕啊！有我在呢。好了，没事没事。原来你早把贞操给了永鹤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一定要这样报复我吗？我还以为你一向狂妄自傲，我行我素，什么都不怕了。原来你也怕被人报复啊！你也怕被人嘲笑？对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这么对我？说为什么？你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啊，不说是吧？不说是吧？说！快说！我警告你，今年最好别有孩子，否则会认为那是你和永鹤的野种，我会杀了他的。太傅晋级一下。侧福晋见礼。请额娘用茶。谢额娘赏赐。美离，庆王府家规一向是和睦相处，只要你遵守家规，我们婆媳之间就可以相处融洽。等素莹进府之后，你要
恪守侧福晋的本分，以尊嫡福晋为尊。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礼有节。谨遵额娘教诲。身为侧福晋，府里的家事不可以张扬在外，以免引来别人的流言蜚语。美丽一定谨记额娘吩咐，绝不敢有违额娘。真好。格格，夜都这么深了，王爷不会过来了吧？他不来也好，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格格，你为什么不把事情跟他解释清楚呢？我和永和是清白的，可是只凭我的一面之词，他会相信我吗？更何况，如果他真的了解我，就不该这样质疑我。我才不需要解释呢。格格，好了，小翠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让我安静一下。那好吧，那格格早点歇着吧。也许是天意。做弄人，我们都逃不开聚散离分，为爱憔悴，了灵魂，依然认真。朕说你真就不在意美离心中会想着别的男人吗？就算她心里有别的男人，也是因为我。我也相信，不止一个男人爱着美丽，但我更加相信，也只有我能够全心全意给美丽幸福。既然当初是我自己决定不放手，那我绝不后悔。是归宁的日子，格格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点才行啊！不用那么费事了，这怎么行啊？格格如果不打扮得漂亮一点，那老祖宗肯定以为格格过得不幸福，那是不是又要为格格烦心了？那你给我打扮打扮吧。只怕你铁石心肠。戴哪只好呢？这只不行。这只。这个呢？到最后。王爷吉祥。别动，我帮你看看。疼吗？
没事。相思长，填不满这空隙时王爷，夏花红，珠花要插在这儿。春去冬来皆成双。池潭素谢谢王爷。开过荒唐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快走吧。换来惆怅，爱恨纠缠苦。格格，王爷的披风忘记了，您帮着带上吧。到最后只是空梦一场。清轩哥哥，你慢一点，等等我，慢一点啊！你等等我呀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好啊你捉弄我，你真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来啊，来！看你往哪跑！小心点，当心摔着。谢王爷关心。亲王爷、亲王侧福晋向太皇太后见礼。敬轩夫妻参见老祖宗。免礼，起来吧。谢老祖宗。谢老祖宗。谢老祖宗。美离呀，礼也见过了，这儿并无外人，你也不需要穿得这么累赘呀。谢老祖宗关心。你去御膳房关照一下，这归宁酒可得好好准备。是。我跟美离进去更衣，你随意啊。敬轩懂得。老祖宗，我换好了。来，过来坐坐。别急着出去，咱们祖孙俩得空好好说说知心话。女人呐，一辈子的最大幸福，就是嫁给一个懂得如何爱自己的丈夫。看男人要看他的心。你看敬轩为你准备的回门礼，就知道他对你多用心。我明白了，老祖宗。唉，但愿你真的明白才好。美离，哀家活到了这把年纪，虽然有的事还是看不破，但是也悟出了一个道理：男人是天，女人是地，伤了天，地也就毁了。恨是一辈子，爱也是一辈子。你和敬轩已经结为夫妻，我希望你能够平平稳稳地过一辈子，我就安心了。
格格，王爷对您可真是体贴。我看他早上为您戴珠花那笨手笨脚的样子，我想这王爷一定是第一次为女人戴珠花。格格，你觉得王爷今天会来吗？王爷吉祥。不怕受伤，不怕沧桑，只怕你铁石心肠。只叹宿命太过。小翠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来服侍王爷。是，奴婢告退。纠缠苦苦挣扎，到最后空茫一场。又做噩梦了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有我在，不用怕，没事了啊。对不起，我把你吵醒了。没事，我宁可被你吵醒，也不忍心让你纠缠在噩梦里。我搂着你睡吧，这样你就不会做噩梦了，好吗？来。你醒了？你一夜未睡啊？我睡不着。美丽，答应我，别再为我彻夜不眠了。我以后都会搂着你睡。等你习惯了，心里踏实了，自然就睡得安稳了。
王爷。不是真心想看就别看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些小人书，你为什么要把它全撕了？你还想骗我啊？我现在才知道小人书的真正意义。这是你和永贺的定情之物，是不是？你还特意还给他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是吗？既然我在你心里是这么不知道检点的女人，当初我求你放手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放手啊！是我笨，是我傻，我该承受这样的痛苦。但我告诉你，无论你怎么羞辱我，我是不会放手的。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说实话，去没去医馆？确实是去了医馆。医馆又不是见不得人的地方，干嘛要撒谎呢？最近身体不适，说出来又怕王爷和额娘担心，所以就先找了间民间医馆先看一看，没想到引起误会。还要骗我吗？美丽不敢。身体不适可以传太医，除非你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，才会私自看医生。还是不说？家法伺候。千万打不得呀，太傅姐，左傅姐有身孕了。其实左傅姐是想去医馆确认以后，再告诉您跟王爷的，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哎呦，快起来，别跪着了。来，坐下，坐下。怀了身孕，怎么不告诉我呢？3个月是保胎的时候，一定不能随便走动，知道吗？美丽知道。美丽，你也真是的，这是好事儿，干嘛要隐瞒啊？幸亏小翠及时说出来，要不然这动了胎气可怎么了得呀？是啊。早知道侧福晋是到医馆去确认是否怀有身孕，我就不多这个嘴了。其实你说不说，结果都一样。静轩和太福晋早晚会知道的。本来静轩心里就只有美丽一个，现在美丽又有了身孕，她势必会对我越来越冷淡。小姐，你也得努力让自己有喜才行啊。要是静轩为了照顾美丽不肯与我同房，恐怕我永远都怀不了她的孩子。当初我早就警告过你，如果你怀了永贺的孩子，我一定会杀了他。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静轩，你别碰我！你相信我，我肚子里怀的真的是我们2个的孩子。当初你不解释，你现在解释，你叫我怎么相信你？既然你心存定见，
我也无话可说。你说我武断也好，定见也罢，我告诉你，还是那句话，这孩子不能留。王爷吉祥。小姐，我刚才看到王爷很生气的从侧福晋房里出来，您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太寻常？这怎么会呢？静轩听见美离怀孕的消息，应该高兴才是，他怎么能跟她生气呢？是啊，我也觉得纳闷呢。难道静轩发现美离怀孕是假的？她只是借怀孕之事圆个谎？小姐说的没错。如果侧福晋是真的怀孕了，那又何必这么遮遮掩掩的呢？要是我们能够找到他说谎的证据，那么到时，就算静轩包庇他，太福晋也绝对不会饶了他。太过分了，他简直太过分了！王爷怎么可以怀疑小姐的贞洁呢？格格，你一定要为自己讨回公道才行啊！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格格，别的事儿您可以不计较，可是此事关系着贞洁。如果您不跟王爷去解释清楚，您不但保不住肚子里的孩子，就连以后您跟王爷之间又该怎么相处啊？他都不相信我，我要怎么样才能解释清楚呢？格格。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！她这一怀孕，我只顾着高兴了，都忘了让太医先帮她调理调理。妹妹怀有身孕，我应当细心照顾才对。哎，太福晋大可安心，侧福晋喜脉正常，以后多加检查，定能平安生产。好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太医啊，从脉象上，能否看出是男是女？您可难倒下官了。现在时间又短，太福晋预知结果如何，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判断准确。好了，下去吧。哎，是。你说我武断也好，定见也罢，我告诉你，还是那句话，这孩子不能留。到门口守着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是。
把这药喝了，我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我说过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？你这么说，无非是想保住这个孩子，我怎能相信？不管你信不信，你可以不认这个孩子，我不能。不能也得能，这事儿由不得你。你杀了我吧，这药我绝对不会喝的。你喝不喝？不喝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喝不喝？不喝。不公平！挑来生未知的旅程，掌纹刻满前程，凌乱的伤痕，欢笑的背后是残忍。镜子的两端，爱与恨，时光耗尽了缘分，只想关上心门。也许是天意作弄人，我们都逃不开聚散离分。为爱憔悴了灵魂，依然认真。哥哥，你手流血了。哥哥，不要啊！哥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放心吧，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不会想不开。额娘说的没错，我绝不能听天由命，应该想办法改变事实。景轩。怎么样？美丽，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孩子跟我决裂吗？你只想让我证明我爱你，那你呢？如果你是真的爱我的话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不信任我，还逼着我杀死我们自己的孩子？美丽，只要我们真心相爱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。没有信任的爱，那算是真爱吗？景轩哥哥，难道
你真的要我以死明志，你才肯相信我的清白吗？我相信你。美丽，美丽，美丽，金轩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金轩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？你为什么做梦都是美丽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？王爷，我是不是真的误会了美丽？小翠，啊，王爷吉祥。美丽在房里吗？格格她怎么了？奴婢一早去伺候，发现格格不在房里。不在房里，那在哪儿？啊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有孕在身，怎么可以一个人独自外出？万一出了什么事，那怎么办？多谢关心，我只是去庙里上香，我先走了。小心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没事吧？王爷吉祥。
我是去上香，没想到碰到永和了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凡事要懂得避嫌。如果你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有所防范的话，误会自然就不会发生。如果你愿意真心信任我，我们之间又怎么会有误会呢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信任你？难道不是吗？美丽，我希望你能够理解，就算我对你有所怀疑，我对你的爱都是真真切切的，丝毫不减。以后我不会再逼你，但你必须得考虑清楚，小孩和我之间，你只能选一个。金轩哥哥，你一定要我以死明志，你才肯相信我的清白吗？哎，来杯茶。你总是喝得醉醺醺的，你就不能少喝点吗？妇人之见呐，你以为两江总督的职位能从天上掉下来吗？这个图哈为了跟我争夺这个职位，除了有宁王爷给他撑腰之外，他还每天都拉着大臣出去应酬，我能不加把劲儿吗？说起来就气人，人家的亲戚都可卖力气了，咱家的女婿倒好，不肯帮一点忙。哼，我才不指望他帮我呢。别说你不敢指望他，现在连素莹都快对他绝望了。他对素英怎么了？对素莹可冷淡了，就算偶尔到素莹房里过夜，也一点热情都没有。现在那个美离怀了身孕，恐怕将来庆王爷再也不会踏进素莹的房门了。不好啊，那可不好啊。美离要是生了个儿子，而咱家素莹再怀不上个孩子，那咱家素莹在庆王府的地位可就不保了。所以我才心急呀。我们得想出办法，在素英没生出孩子之前，绝不能让那个美离顺利生产。以后我不会再逼你，但你必须得考虑清楚，小孩和我之间，你只能选一个。格格，您真的要为了这个孩子，跟王爷彻底闹僵吗？我还能怎么选择？可是格格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孩子没了，可以再生，可这王爷的心没了，就真的再也挽回不了了。这个道理我明白。可是如果我真的不要这个孩子，就等于承认他真的是永鹤的。到时候，我一辈子都无法洗刷清白。我和王爷之间也会一直有心结。进来。
怎么，想通了吗？我来求王爷成全。既然你容不下这个孩子，那就让我承受所有的屈辱，请王爷休了我吧。你休想！我宁愿忍受屈辱，也绝不允许你离开庆王府半步。我会让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我让你生！